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真的不是我家搞，真的是感谢主，在我测试那个自动真空盒的时候不小心给他发现这个秘密。原本只是单纯想测试一下，看面团发酵产生的气体可不可以自动被真空盒给排出，没想到却发现面团抽真空后的奇妙效果。等会会把整个实验的结果给大家看哦，但在这边呢，先总结一下，面团在真空的状态下，面筋的网络可以快速的形成，蛋白质结构均衡，面团的整体筋性、咬劲、拉力、透明度都会远远高于没有抽真空的面团。废话不多说，立马进入我的实验。这集先用水饺皮来测试，其实光是这个新配方哦，我就觉得比原本的水饺皮配方还要 Q， 再加上今天抽真空的过程，这个皮就是筋道好吃啊。先把这个面团给揉出来，然后再做实验。本来想用机器来帮忙揉面，但是怕大家说机器呢又是一个变数，所以今天就用手揉。如果你是在家揉这个面团哦，你有机器，直接用机器来帮忙比较方便。如果一样是用手揉的朋友，就是把这个液体材料跟粉混拌在一起，先混拌成碎面片状，然后这个配方当中哦，我会多加上蛋白跟淀粉。这又是一个进阶版的配方哦，之前分享过的配方比较单纯一点，这次呢有点变化。然后面团当中还会加上猪油，猪油主要是可以让这个水饺皮变得更洁白一点。这些小撇步我真的是跟水饺店的老板拔干净，吃了很多次，然后每次都偷学一点，最后总结出来的配方够意思吧？直接分享给大家，快帮人家影片按赞一下。说实话，这个面团配方就算是不抽真空也是很好吃，但是刚刚说好了就是要来实验嘛，所以我们把面团一分为二，一半呢就跟普通一般静置的手法一样哦，就是静置在室温当中。静置的过程算是一个醒面松弛的过程，古法说三揉三醒，软面饺子硬面条，有没有听说过？另外这一半的面团我们要来把它抽真空，如果有真空保鲜袋的可以用真空保鲜袋来抽真空，哪个厂牌都可以，就是把它抽真空。我在 Google 上面有搜寻到真空揉面机的厂商哦，询问过后是一台非常大的商用型机器，官方的宣传 DM 效果跟我实测的效果真的非常接近。本来真的很想买一台机器回家，但我怕老公把我赶出家门，我还是乖乖用这个小盒的真空盒，就把另外一半的面团直接放入真空盒。我这个真空盒呢是可以在过程当中随时的排气哦，也就是所谓的全自动真空盒。但因为水饺面团是所谓的冷水面团，没有排出气体的问题，而且我们真空松弛的时间很短哦，大概就是15分钟，顶多30分钟，用一般最普通的真空盒其实就可以。时间到后，我们先来看没有抽真空的这一团，经过醒面松弛，面团可以正常的拉伸，但是拉到一个程度大概就紧了，我们就是再揉一下。这团没有经过真空的面团呢，拉伸呢感觉就是只能拉伸到一个状态，面团的延展性感觉是有限制的。三揉三醒嘛，所以我们就再次的揉面，再次的醒发。接着来看看真空盒里面的面团，经过抽真空之后，这个面团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？现在才算一揉一醒哦。我们来拉伸看看这个面团，你看看这个面团的延展性、拉伸程度哦，整个优于刚刚那一团没有抽真空的面团。提醒大家哦，千万不要暴力的用力扯开，我们就温柔的慢慢的拉伸开来。这个真的没办法作假，这个延展性哦，拉伸程度真的很高。由此可以推测哦，同样是冷水面团的面条面团，绝对可以用抽真空的方式，让整个 Q 度延展性提升。因为这一次才是第一揉第一醒哦，我们还可以经过第二次揉、第二次醒发。刚才有提到古人说可以三揉三醒，我们就乖乖听古人说三揉三醒。再次把面团揉到细致光滑，然后再次放入真空保鲜盒当中，然后继续抽真空，我们就这样子重复三揉三醒。用真空袋的过程我就不拍了，跟放入真空盒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一团面团呢，已经是经过三揉三醒之后的面团，整体呢已经变得非常细致哦，柔软性跟延展度非常非常的好。刚才说过软面饺子硬面条，饺子皮就是要软，
延展性跟透明度高，包裹食材才可以包得很多很饱，然后水煮呢也不容易煮破。你看它整个筋性跟网路结构真的非常的强韧，真的是结构非常漂亮的一个面团。我们就直接拿它来擀成水饺皮，准备来包水饺。当然包馅之前呢，还是要水煮一下这个面皮。说真的，这样光看呢是真的看不出来这个看起来就跟普通水饺皮一样，但是你拉伸看看，你会发现这个水饺皮真的不是我在说，它的延展性跟通透性真的非常好。当然没有夸张到拉不破啦，旁边拉薄的地方还是会破，但整体的这个组织还有拉伸程度啦、筋性啦，真的没有话说。你看这个拉起来的透明度状态，简直就是面包薄膜，有没有？太厉害了！我完全没有想要帮任何真空设备做广告，我真的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我们现场刚好有3位工作人员我们要来个盲测，来试试看有抽真空跟没有抽真空的饺子皮到底有没有口感上的不同。其实不用说，我们盲测的结果3位都同时认为，抽真空后的饺子皮呢，就是口感真的特别筋道，而且口感上面的甜度还变高咯。右边这块有破洞的水饺皮呢是没有抽真空的，它就是煮一煮容易破。然后面香跟口感、甜度、Q 度，它真的输了旁边这块有经过抽真空的面团。反正抽了真空的这个面皮呢，就是Q 弹好吃又透明，面皮还带有层次甜度，不得不给它100个赞。当然接着就是把它包成水饺啦。之前分享过很多口味的水饺馅料，不管是高丽菜、韭菜、玉米还是酸白菜，真的很多大家就搜寻一下频道咯。用真空过后的水饺皮来包水饺，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皮很不容易煮破。然后这个把面团抽真空的技巧我也运用在发面面团，像是做中式的包子、馒头还是西式的面包都很适合。大家有兴趣看实验的请留言加1嘿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